到文美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获取最新视频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在美国纽约执业的移民律师冯静。移民局公布呢，2021年的 H1B 抽签的窗口呢，3月9号打开到3月25号结束。3月9号和3月25号之间呢，雇主呢和律师呢可以输入雇主信息、雇员信息，相互确认以及提交 H1B 抽签的有效的申请。那么我们建议呢，在3月1号的时候呢，雇主和律师呢是可以将雇主的信息先输入到系统里，做好准备。这样的话呢，在窗口打开之后呢，雇主和律师可以输入雇员这一方面的信息，并且相互 confirm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节省不少时间。在3月25号注册窗口结束之后呢，移民局会进行随机抽签。移民局目前公布的时间表是3月底之前会告诉中签的雇主和雇员。那么我们去年的经验呢是，基本上移民局是需要大概3天左右的时间通知到律师和雇主，那么你们的雇员是否已经中签。从4月1号开始呢，有90天的时间呢可以递交 H1B 的申请。那么第一批 H1B 中签的申请呢，大概是在6月中旬左右呢是递交的 deadline。6月中旬之后呢，移民局会统计中了签的小伙伴里有多少没有能够成功的递交 H1B 申请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会有一些多出来的名额。那么移民局呢会在夏天的时候呢会进行第2次随机抽签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第一批没有中签的小伙伴呢，需要关注雇主和律师的账户信息，看看自己第2次是不是有机会中签。中签之后，当然你又有90天的时间可以递交 H1B 的申请。那么这个呢，基本上就是2021年 H1B 申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timeline。那么说到 H1B 申请抽签的注意事项，首先第一个呢，尽管 H1B 抽签并不需要输入你的 title 和 salary， 但是我们强烈建议呢，这一步呢需要在 H1B 抽签之前和雇主和律师商量好。因为我们听说过雇主在雇员中签之后才发现 H1B 有最低工资的要求，而这个时候呢，雇主对这个最低工资呢没有足够的预期，那么这样的话呢是会大大的影响到这些中签小伙伴递交 H1B 申请的进程的。第二一点呢是一定要注意 HR 和律师要密切配合。HR 依据律师的要求做律师要求他做的工作，不要多做其他的工作。因为去年的申请里面很多是 HR自己给自己的雇员注册了一套信息，律师又给雇员注册了一套信息。那么在移民局的系统里就会出现同一个雇员由同一个雇主有多条的 H1B 注册，那么这所有的 H1B 注册都会被认为是 duplicate 的注册，那么都被移民局认为是无效的。那这个呢影响了很多小伙伴参加抽签的机会，这个是很不划算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，一定要让 HR 和律师之间有一个很好的配合，不要出现 duplicate entry 的情况。那么呢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分享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，那就帮我们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吧。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你的法律问题，我最关心。